我前段時間被一個視頻種草了富平柿子餅，那柿子餅金黃金黃的，掰開還有點流心的状態，看着可狗馋壞了。所以我買了400斤富平柿子，我寻思我也在家做点，但是這玩意在家做很麻煩，因為沒有什麼太趁手的工具。這1500多個柿子，我們愣是一個一個拿毛子削的皮，而且這柿子餅在晾的時候，對溫度和濕度都有很嚴格的要求。但是11月份的哈爾濱晚上已經零下了，就是它極有可能還沒等晾成柿子餅呢，就先奔凍柿子去了。所以我們就白天拿在外面晾，晚上再搬回來開窗通風。就這麼折騰了3天之後，柿子還真是一個都沒動，但我們算是徹底涼透了。後來我尋思這天只會越來越冷，也不能一直這麼折騰啊，所以我決定給這些柿子在家蓋個小房子。有了這房子之後，我們的工作就輕鬆了很多，下雨下雪往屋裡搬一次就行，其他時候我們就負責開門關門幹好打更的活就行了。後來大冷的时候，我還上了點供暖設備，3000瓦一個的暖風機，我同時開了3個。外面零下20多度的时候，這屋裡也依然保持恒温10度。就富平柿子餅可能是靠天養的，但我这纯是愛的供養，那真是一頓操作猛如虎，完那月電費2500。這柿子晾到縮水2/3的時候，再等幾天就可以挑軟柿子捏了。然後這幾天沒啥事兒，我就整了點寻味吃的螺蛳粉肥牛火鍋，1塊錢就到手这一大箱。這一份裡有2大塊豬蹄兒，4隻鴨掌，還有滿滿一鍋肥牛和配菜，味兒也特別正。他們家的花椒雞海鮮火鍋也是湯濃味鮮，還有這半只雞拉麵也真的有半只雞在裡邊。現在拼多多有1萬個試吃名額，每個名額9盒3個口味，鏈接我放評論區置頂了，鏈接在就是還有名額可以搶，你們快去看看吧。然後也就是在這幾天裡，我發现試朋友裡陸續多了好多這樣空聲，問誰都說不知道，於是我乾脆上了50把鎖，每人分了10把鑰匙，我算是品出來了。對於互相不信任來說，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互相制約。然後這柿餅捏完之後就已經非常非常好吃了，皮兒有嚼勁，餡兒還有水分，這就是特別好吃的鮮食柿餅。但是據說捂出霜之後會更好吃，所以我們就一層皮兒一層餅拿着接着捂霜了，大概是捂了40多天，柿餅外面真的就結出一層很厚的白霜。我之前一直以為是裹的糖粉呢，沒想到真的是自然結出來的。這柿餅因為捂霜的時候不是特別乾，所以它現在依然是一個流心的狀態，而且冷凍之後會更好吃，就跟吃冰激凌似的，感覺特別爽。但是因為没熏硫磺，只有少量的柿子餅是橙色的，大部分的還是有點发黑。不過真的每一個都是齁甜齁甜的。但我發現這玩意真不能多吃。那天下午我大概吃了10來個柿餅，結果一直到晚上打包的時候，我的嗓子還有點說不出話來呢。